在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内，马儿三五成群的在荒漠中游荡，啃食杂草。6月份的新疆，晴空无云，阳光炙人，只能远远地看到这群马在这片天地中自由自在地奔跑。它们就是一直被误认为是现今世界上唯一的野马——普氏野马。事实上，普氏野马是家马的野外血缘，和家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美国现在所有的野马都是几世纪前欧洲人驯化的家马再次野化的种群。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普氏野马体长约为2.1米，尾巴约有90厘米长，体重有350千克左右，在体型上属于中等大小的马。它们的外形和家马相似，但是普氏野马的头部又短又粗，额头上没有刘海，鬃毛较短并且直立。除此之外，普氏野马的四肢也是又粗又短，看起来像野马家族中的土肥圆。它们有着2至5条明显的黑色横纹，而小腿以下部分是黑色的，人们也称它为踏青腿。普氏野马通常生活在海拔700米至1800米的草原或者半沙漠地带，主要以一些植物茎叶为食，比如芦苇、蒿子、梭梭等，并且它们非常耐渴，甚至3、4天不喝水都没事。它们生性机敏警惕，十分擅长奔跑，白天在草原上迁徙，到了夜晚就聚集在一起休息。平时往往由强壮的雄马带领5到20头马群生活，一般都是群体行动，很少有单枪匹马的时候。在野外一旦感到危险，它们便会马上嘶叫，通知其他同伴快速逃跑。普氏野马的群居生活也很有趣，它们的种群分为2种，单身汉种群和家庭种群。家庭种群由1匹公马、几匹母马和它们的孩子组成，日出迁移，日落休息。但是新生的幼崽成熟之后，会被赶出原来的种群，母马寻找新的种群继续繁衍，而公马则会加入其他的公马种群继续生活，除非公马击败了另一个种族的首领，或者悄悄地和其他母马幽会建立了新的家庭，不然这匹单身汉可能就得一直游荡在草原上。黄金单身汉的名号非他们莫属了。普氏野马原产于蒙古国西部科布多盆地和我国新疆准噶尔盆地东部地带，因此也被称作蒙古野马或新疆野马。野马的祖先曾经遍布欧亚大陆的每个角落，在许多欧洲国家的史前壁画中都可以看到形似野马的身影。直到14、15世纪，欧洲很多地区都还能看到成群的野马出现，但由于栖息地被破坏以及人类的捕杀，到了19世纪，野马几乎已经绝迹了。1879年，普氏野马被首次发现后，引起了人类社会各界极大的震撼，随之它们的野外数量开始不断下降，直到1969年出现的普氏野马就已经是人类最后一次发现它们的野生个体了。仅仅在90年间，普氏野马的野生状态就从濒危变成了野外灭绝。值得一提的是，在野马种群中还有欧洲野马。如今已经灭绝的欧洲野马一般被认为是家马的直系祖先，而普氏野马则是目前仅存的真正野生亚种。看到这儿，有的观众就会问熊探长了，那前面提到的普氏野马原产于蒙古国和我国新疆，它却被命名为普氏野马，为什么不是新疆野马或是蒙古野马呢？1879年，俄国探险家霍尔热瓦尔斯基率领探险队，在当时中国蒙古西部的科布多首次发现普氏野马的身影。由于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野马已经灭绝，霍尔热瓦尔斯基的发现无疑是给人们打了一针兴奋剂，一时间掀起了寻找野马的热潮。1881年，这种野马就以这位探险家的名字正式命名了。而当野马又一次出现在人类面前时，不只是俄国，一些英法等国家的研究机构都对它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人们出动了大量的探险队去抓捕普氏野马，但是它们生性机警，逃跑的速度很快，人们几乎无法抓到成年的普氏野马。
经过了很多尝试，也只是一些头骨和马皮被运回欧洲进行研究。1899年至1903年，一共有50匹野马被运到欧洲，成为了第一批人工饲养的普氏野马。虽然最早的一批普氏野马被人类圈养起来，但进入20世纪以后，这些人工饲养的野马数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因为战争的原因，死的死，失踪的失踪。直到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些被圈养在庄园和动物园中的普氏野马数量已经下降到了不足20匹。如今现存的普氏野马都是当初欧洲等国捕捉和圈养的野马后代。1977年，3名荷兰鹿特丹人创立了普氏野马保护基金会，呼吁人们建立普氏野马血统记录数据库，提倡将普氏野马放归大自然。我国也在1986年陆续向欧洲引回普氏野马进行繁育。到了2001年，在经过了大量的勘测后，专家将27匹普氏野马放归到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这片准噶尔荒原曾是野马销声匿迹的地方，而现在让它们重归故里，经过20多年的努力，在新疆卡拉麦里和甘肃武威两地半散放养殖的普氏野马的种族数量已经突破700匹，放归野外的种群也突破了300匹。新疆境内的野马总数占全球野马总数约1/5。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野马数量最多的国家。新疆卡拉麦里保护区也成为了亚洲最大、最有成效的野马保护单位。虽然目前看起来普氏野马的回归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它们在野外的生活情况仍然令人担心。野马的规划不是简单的将它们放生大自然，而是让野马真正适应野外生存，真正在大自然中安家落户，这样放归的工作才算是圆满完成。普氏野马在中国消失了几十年，即便是从外国引进的野马，也是经过了人类圈养后的种群。当它们重新回到准噶尔盆地的荒原，又是否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中重新开始生活呢？新疆的冬季冰冷刺骨，夏季的高温更是难熬。如果是曾经的普氏野马，这些恶劣的生存环境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它们可以3、4天不喝水，可以敏锐地找到水源和食物，身上的长毛可以帮助它们抵御冬季的风雪。如今的普氏野马在经过了人类长时间的圈养后，还能不能适应这些原生的环境呢？不仅仅是环境适应，普氏野马还面临着天敌的侵害。曾经的它们身手矫健，性情机警，遇到危险时可以迅速脱身，就连人类都无法轻易抓住它们。而现在的它们身处荒漠中，面对自己的天敌时，还能不能全身而退，实在让人担心。虽然2战结束至今，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普氏野马的繁育，它们的数量也在持续增加，但由于人为圈养种群，现代野马的基因追溯起源都仅来自于那几十匹野马的后代。为了保持野马血统的延续，近亲交配不可避免，也使得它们的基因衰退现象十分严重，极大地影响了野马的繁衍。因此，这仍然需要人类的努力。从普氏野马重归准噶尔盆地已经过去了20年，也证明了我国的野马放归工作是成功的。在普氏野马灭绝的100年后，它们又一次地奔驰在美丽的新疆草原上。普氏野马就如同一个缩影，见证着中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付出的努力，也诠释着生物多样性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